若中国大陆武统，西方国家敢不敢玩制裁俄罗斯那一套？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已经进行2个月，包括高科技禁运、金融制裁和禁止采购俄罗斯的能源，甚至没收俄罗斯人的个人财产等等。可以说，这些制裁是毫无底线的，甚至呢不惜破坏人类社会维持了几百年的基本商业规则。在当地时间4月23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就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展开了讨论。那么，如果中国在地缘政治层面有所行动，比如武统台湾，那么西方国家会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对待中国吗？外国专家的普遍观点是，美国还真的不敢那么玩，因为中国不是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合作密切度非常高。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埃斯瓦尔称，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有2/3是持有的西方国家的国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冻结这些资产，但是中国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反制西方。外国人在中国拥有3.6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2.2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中国完全可以没收这些外国人的在华资产，以抵消西方国家的制裁。在全球30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中，有4家是中国银行。如果西方打击中国银行，受损的同样还有西方企业的客户。中国不到1/5的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其余大部分呢则是使用美元。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易，那么这些国家反而有可能会放弃美元而选择人民币。现在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没有必要。那么美国未来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对付中国呢？第一，高科技封锁。美国可能希望打压中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比如半导体。全面禁止半导体生产将使美国的半导体公司损失37%的收入，并且威胁其12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美国人这么搞，也许会打击到中国，但是自己也会自残。高科技的封锁可能让更多的中国企业使用相对落后的中国替代元器件，这样对美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如果在这个领域制裁中国，受到损失同样大的是美国的相关企业。第二呢，美国有可能会对中国的军工企业实施封锁。其实美国和欧洲现在也就是这么干的。未来制裁的范围可能会涉及到所有的中国军工企业，这对中国的造船业和航空工业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在这2个领域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些商业公司。但是现在的中国航空工业已经崛起了，而造船工业呢，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他们这样的制裁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甚至呢反噬自己都是有可能的。第三，美国有可能对某些中国个人实施制裁，这是西方惯用的套路。他们现在怎么对付俄罗斯，未来就有可能怎么对付中国。但是对个人实施制裁，可以说成效并不那么明显。第四，美国有可能会限制那些进口可替代性的中国制造业，就是出台法律，强制要求其国内的商业公司优先采购那些来自于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的非中国产地的消费品，来打击中国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第五，就实施所谓的金融制裁，比如限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融资，限制风险资金投资中国等等。那么中国应对这些可能的措施又有哪些呢？其实还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些道理。一，更加开放。只要我们与西方的经济融合度越高，西方国家就越难以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第二，要解决高科技产业的短板。虽然我们这些年在高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几十个部门面临着西方制裁的危险，因为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短板，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克服的。第三，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和供应链，推动“一带一路”，扩大与非西方国家的贸易量。这些都是应对未来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制裁行动的重要措施。甚至呢，我们还需要打造更加闭环的供应链，以避免被卡脖子。第四，我们要增加黄金储备，减少对美债的购买。俄罗斯现在的教训是血淋淋的，增持黄金，减少美债，可以减小我们相应的风险。第五，要速战速决，能在军事层面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把时间拖长，这是应对西方制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总之，中国一定会总结俄罗斯应对西方国家制裁的经验和教训，在未来让美国更加难以下手，或者亮出让西方更难以承受的反制手段。我们不希望相互制裁，更不希望发生新冷战，但是一定要做好应对新冷战的准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